吗？喂。罗六，说他呢。是为了看你这张脸吗？啊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这客人摸你一下怎么了啊？还砸了我的饭碗。会好了。申女士，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，关于您爱人死刑复核阶段的代理工作，麻烦您在这个委托书上签个字。人家都说呀，男人在外面养家，女人持家。哼，我倒好，这又要养家又要持家，还得出去打拼，挣钱把他给捞回来。哼，你说这个姓王的，是不是上辈子烧了高香啊，娶了我这么个傻媳妇儿？您签个字，我就能去看守所会见，尽快开展工作了。乔律师，你看我现在这一个人过得也挺好的，你说我要是花钱把他给捞出来，我有什么好处啊？我没办法把他救出来。即便是在死刑复核阶段，我能够为他争取到些什么，他恐怕也要在里面待很长很长的时间。如果非要说您这么做会有什么好处的话，我可以为您辩护，免费。为我辩护？非法拘禁加故意伤害，我不知道检控机关会不会往涉黑和组织卖淫上靠。像这一类的刑事案件辩护，我的收费一般是在6位数以上，现在0折扣送给你。那我要是不接受你的辩护呢？我另外给你指条道，现在把他们仨放了，委托书你爱签不签？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警察同志，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两句话，还是得麻烦你把这个委托书签一下，你爱人可能罪不至死，真的，你相信我。这看样子我还用得上你的免费辩护啊？不是，这是15分钟之前的条件。你现在把委托书签了，我不单独就我自己受的伤。向你提附带的民事诉讼，你明白这意思吗？就是你白打我一顿。那你能省下不少钱，没准够请乔律师给你做辩护的。真是个奇怪的人。干！行了吗？还有2个。怎么这么多事？好。喝啊！我可以解释。别解释了，赶紧去医院。该验伤验伤，回头到队里把笔录录了。手机里有通话的所有录音是吧？哦，我发你。肖大律师，你应该知道什么是录音证据的原始载体。密码0515。你换这手，换这手。好。这个案子我们打过报告，看来还受到了最高院的重视。审是审，核是核，正是因为咱们院这么严谨，才让我们的后续工作能展开的更全面。也感谢你们没打撒把。把可以撒，人命不行啊。不好意思啊。好，那再见。谢谢。好。哎，刚才跟110的兄弟们处理个案子，猜我发言人吧？
乔少廷已经拿到了王博家属的代理委托。这家伙连本都没有，他是怎么说服王博家属签的委托啊？代价惨重。哎，行，就在这儿。是这房间吗？哎，你这不能走吗？你干嘛还要一推车啊？这不他要的吗？嗯，好了，稍等一下吧，等一下护士来给你处理哈。我这不能走吗？你以后要什么推车？你看你脸上的伤，要不然还是拍个全身的片子吧。不用，我没事儿。哎，是谁说不要一条路走到黑来着？这个王博的爱人沈荣啊，是我现在唯一能够找到可以签委托书的直系亲属，我只有这一条路了。那我就把我的名字填在这个受托律师后面了。先别填。死刑复核程序结束前，你的执业证不一定能恢复，有可能连听命程序都没结束。我知道。韩律师昨天跟我说，除了我以外，你应该没有更多选择。哎呀，我现在头有点，回头再慢慢跟你解释啊。雷小坤的委托还没有拿到，如果你次次都这么惊险的话，就没有以后了。这次呢是有惊无险，再说了，这也是因祸得福。忙里偷闲还能到医院里头来，等着漂亮护士小姐姐给我包扎。那怎么着？我给你换一个。哎呦，那个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呢是我会所里的工作搭档肖真，肖律师。这位是我的爱人唐初。准前妻。你好，你好。把话说清楚了，你快自由吧。那我先出去。表给我。躺下之前你不说。怎么那么废话？手放肚子上。这个手。放肚子上。头不要动啊。这个伤害不大吧？不大。哎呦，你躺着吧。打架的时候怎么不害怕呀？唐医生出去等吧。谢谢啊。辛苦了。王博的老婆打过他，这娘们疯了吧？我都没打过他，跟哪儿啊他？他们现在已经被警察抓起来了，也不是那个女的，是那帮马仔打的他。就为了这个破案子。行了，说他也没用，他肯定是死要着不放，旧情难忘啊。什么意思？被害人朱红的老婆严秋，是他高中时期的女神。在我之前，那会儿大概的关系就是，老乔喜欢严秋，严秋喜欢邹亮，邹亮和老乔还是好兄弟。这么狗血吗？更狗血的是，朱红把严秋肚子搞大了，所以他们俩在一块儿真的是神展开。啊，这个你到时候给他。哎，说起来，没听老乔提过你啊？哦，因为我进德治所的时候，乔律师他……哦，
那他现在怎么和你？他一向是喜欢自己独来独往，一个人办案的，是吧？那个他的那个执业证暂扣了。暂扣？对，暂扣。是暂扣还是吊销啊？是暂扣。那什么时候听证啊？还没有通知。我虽然是医学院毕业的，但我也通过了司法考试。那会儿反正就是跟着他一起复习呗，但是他真的太笨，明明看一遍就能记下来的东西，半年都背不下来，还自己急了吧，还跟我抬杠。那不服气就一起考呗，反正说了，要输了呢，他向我求婚；要是赢了呢，我向他求婚，都一样。您刚来为什么要准前妻？啊，我们正在协议离婚。不过恕我直言，二位看着确实不像是要离婚的样子。婚姻嘛，保护的又不是爱情，你说是吧？可以出来了。谢谢。检查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？今天我还有好多事要办呢。反正这该消毒的、该上药的，护士都帮你弄了。条形码给我，到时候结果出来了，我把片子打出来。下班之后。今天周二啊，你不是上夜班吗？阿祖他放假了嘛，我都调成白班了。干嘛？不想见我？想躲着我？拜托你啊，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呢，如果没有性命之忧，你就别再把我招回来了。3位医生，谢谢你们，走了。你小心点啊！哎，那个消肿之前就先别见阿祖了。进来吧。哎，孤男寡女的就别关门了，我去换个衣服啊，马上下来。真的，就你现在这样，未必打得过我。还是不关的好。你随便坐。这个案子呢，我不是特别了解，但是即便知道了大概的情况，从判决结果来看，没什么问题啊。咱们来捋捋啊，王波和雷小坤呢是2个混子组合，多年来一直利用威胁、恐吓，甚至暴力殴打的方式来替人催收。他们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把人劫持在关亭湾旁边的山崖上，并且把人关在提前藏在树林里的笼子里，进行各种威逼恐吓。当时在山脚下有一水库管理员目击到了这一过程。你看一下，我给你选择了这么个风水宝地，你得感谢我。进去！快去！然而这次也许是因为朱红不为所动，也许是因为王博和雷小坤想杀人立威，甚至有可能是比较年轻的雷小坤一时冲动。
朱红，钱你到底还不还？没钱，我没钱，放了我！王勃和雷小坤很快被捕。第二天，这个铁笼是在入海口附近被打捞出来。笼体经过水流的冲击和岩石的碰撞已经变形，但在笼内发现了朱红的衣物残留，并找到了 DNA 证据。朱红的尸体虽然没有被立刻找到，但是可以做出死亡的合理推论。王勃和雷小坤对于杀害朱红的事实供认不讳，甚至在一审判处死刑后都没有上诉。你说，既然上诉不加刑，他俩为什么不上诉呢？哎，这是个好问题。这个等咱们俩提讯他的时候，可以好好问问。也许这是两个敢做敢当的讲究人了。对了，这个人叫邹亮，是乔少廷的小学同学。哟，赵警官终于言无不尽了。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他那个老同学，他在京港银行的信贷部工作。邹亮，来出去啊！他是被谋杀的。他死于毒品注射过量，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清楚。那海港支队为什么会怀疑到你身上？现场除了到处都是我的指纹以外，海港支队还发现了我跟邹亮之间有一笔20万的转账记录。他跟我借钱。什么钱？而乔少廷给海港支队的解释是说，这个邹亮说他手头紧，跟他借了20万，但是没打欠条，也没有留下任何跟这事儿有关的文字和通信记录。好吧，虽说没有证据也不算什么，但总不能说他刚借了人钱，然后就把人给杀了。海港支队还在邹亮的车里发现了他留给乔少廷的银行财务单据，是朱红和他家属的。你给凶手做辩护，为什么要去查我们家上上下下的银行财务记录呢？看来你跟邹亮不是好久不见啊。他到底是念的哪份情啊？还真的什么都跟你说。乔律师，你那样做应该是违背律师职业道德，甚至违法的。我可以投诉或者举报你。无所谓。虽然在我的记忆当中你不是那种人，但人都是会变的，对吧？这事儿很有可能有违规违法的嫌疑，但是也不至于要到把你抓起来的地步吧？海港支队拿着这些记录去进港银行核实了，所有的单据都是伪造的。那就是说，公安认为是你出钱让邹亮制造了伪证，然后他以此要挟你，想要更多的钱，是这么个逻辑吗？海港支队向京港司法局核实过，这个案子德智所一共就收了10万块钱，他乔少廷花了20万去找人造假，权贵世家律师都这么会算账的？我看他自从参与到这个案子里啊，他的沉没成本可远不止20万。我觉得这个乔少廷可能有点赌徒心理，他失去的越多，执念就越重。执念？他有什么执念啊？玩是吧？是不是不听话？吃了多久？还我钱！我觉得王勃、雷小坤不是故意杀人，
乔律师，你仔细看一下，非法拘禁和故意杀人这两个罪名很容易发生牵连或竞合，但在这起案件中，被害人遇害显然不是非法拘禁导致的一种严重后果，而是被告人故意实施的行为，所以应当按照故意杀人论处。就算是故意杀人，那也是未遂。这下麻烦大了。我认为朱红并没有死。哎，我正打电话找你呢。主任，疏购公司不再和咱们续约长天法律顾问这事儿了，你知道出了什么情况吗？不是连合同都已经准备好了吗？合同今天给退回来了，小顾打电话和那边联系了，那边的财务说暂时不考虑和咱们续约的事儿。之前肖律师处理过他们公司一个事儿，回头我问问疏购的刘总。刘瑞被抓了。什么？疏购集团向公安机关报案了，就把电购那边的刘总给抓了，好像是涉嫌职务侵占一类的。这肖律师最近经手的案子，我怎么有点看不透啊？你也不想想他身边是谁，有什么可看不透的？大白天的，两个大老爷们儿又是同行，你这整了个那什么似的。这样外面的人就不容易看到咱俩，就能显得更奇怪，幼不幼稚？咱俩又没什么了，想心虚什么呀？真的没什么吗？哎，那疏购公司是怎么回事？疏购啊，是不是我们所新接的那个常年法律顾问？你少跟我装蒜，你到底是哪头的呀？你这就没意思了啊！大家的想法不都是一样的吗？怎么讲？追求利益最大化，同时把风险降到最低。你可别忘了，会这么想的可不止咱俩。那个肖律师可不简单。你跟我说过啊，这个肖律师是可控的。没有，我只是告诉你，他是可牺牲的。这个贩毒案的辩护思路，我还是看看能否在那个没被认定的立功表现上做做文章吧。可当时氯胺酮就是没被纳入毒品啊，这文章怎么个做法？看从哪个角度上说啊，氯胺酮有可能对人体发生作用的最低致死剂量是500毫克。1克就能杀死俩？王明检举马孝俊的行为，从法律上并不构成立功，但是客观上呢，他阻止了有可能使5400人致死剂量的国家管制类药品流入市场，这是一种积极正向的协助国家司法机关的行为，也和刑法中鼓励嫌疑人检举立功的精神是一致的。你这个春秋笔法，那照这么一说，王明可以无罪释放啦？勉强也就是个闻过是非，而且我也不认为合议庭会采信。你电话。
薛律师，麻烦您下次打电话来，先发个消息问我方不方便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收购的法律顾问我拿下来了，顾问费是上付的。说好的那一半，我是转账给你，还是给你拿现金？转账有记录，现金吧。但是我又不想见你，怎么办呢？您可以叫别人来取啊，或者我让高伟给您送过去。我想想吧。真是奇了怪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就不关心你的那一半是多少钱吗？我挂电话了。你就那么讨厌我吗？咱俩可是合作伙伴哦。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已经有新的合作伙伴了。匡主任，好久不见。怎么样？主任的位子坐的可还舒服啊？那只是咱们正常的改选。您知道的，不管谁坐在这个位置上，在大家心目中对您的尊崇是不会改变的。也包括你和乔少廷嘛。主任，您能不能不计前嫌，放少廷一马？他自作自受，与我有什么相干啊？如果您能够帮少廷说句话，他100%能够摆脱目前的处境。高看我了。我要真有那个本事，怎么会连自己一手创办的事务所都保不住呢？你来这儿干什么呀？来给乔少廷说人情啊？之前是有这个打算，但是现在没有这个必要。有我又能怎么样？你不一样参选律协的会长吗？可以试一试，试一试也无妨啊。等会儿你见着肖律师，我知道，煲汤鼓励收拢人心。主任，要是咱们所能把条件开得再好点儿，把收拢变成收买，我会非常有信心。乔律那边你搞得定吧？他可不怎么喝汤。你有什么建议吗？你是想问我乔律有什么弱点啊？乔律在乎家人，但可惜你不是黑手党，更何况主任，我怎么觉得有些事情你得先想清楚。什么意思？我有点搞不清，你到底是要支持他，还是试图约束他？我就想保住咱们所。小黑，你们怎么跑桥头去了？要不等等我？哦，我刚刚没听见。我不管是你进去之前，还是你出来之后，咱们所可以说是对你全力支持，甚至说是百般容忍。但如果你要老这么干的话，我这主任没法当了。我怎么了？你跟肖律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指的是哪回事？别站着了，坐吧。坐啊。小邵，
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律师啊？我现在还没资格想这个吧，还是看看有能力成为什么样的律师吧。原来你跟我说的时候，我还觉得还挺好。我觉得就是你没事发给肖律师一些案子，然后你自己当个甩手掌柜的。可现在倒好，他一遇上你的事儿，人就不见了；一遇到所里的事儿，要不然这庭外突然和解，要不然就是常年客户莫名其妙的解约。你敢说这事跟你一点关系没有？常年客户，你说的是收购公司吗？我刚来的时候，主任还是邝教授。我跟着乔律师实习，我和他一起满京港跑，调查、取证、会见、开庭。那会儿复印既不方便，价格又贵。我曾经趴在法院的窗台上抄卷，抄了整整1天。晚上家里停电，为了准备第2天上午开庭，我在路灯底下写了半宿的代理词。我那会儿非常崇拜乔律师。我觉得他不仅是个律师，而且是个好律师。我明白您说的。一晃好多年过去了，邝教授离开了德智，张震做了主任。德智所也从一开始的路边小门脸儿，变成了拥有半层楼的知名大所。你知道乔律师有什么变化吗？他一点没变。我今天在律协见着邝北平了，你说的没错，他不会放过你，也不会放过咱们所。我现在就是要想办法保住咱们所，让这所有人能够全身而退。你笑什么？有这么可笑吗？如果你坐在我的位置上，你还能笑得出来吗？没什么，我就是在想，咱不继续聊收购公司的事儿了。这事儿不可能善良，我回不了头，邝北平也一样。反正都是要连人带所一块折进去。这所本来就是人邝北平的，大不了还给他呗，这是咱们的抱怨。你跟宏图把我跟肖律师找过来谈话，宏图肯定想不到，咱们俩聊的是这些。我问你啊，肖律师是你招来的吗？他自己投的简历，怎么了？座被调了吗？自从咱们把邝北平赶走之后，咱们所里招任何一个人都会做详尽的背调的。当时你出事了，好像真没来得及。他有问题吗？我就想搞清楚，到底是你聪明呢，还是我运气好？在正好我需要的时候，就出现了一个这样的好搭档。还有邝北平那边，只要王伯雷、小坤的案子继续查下去，我相信就会找到突破口。现在我也掌握了一些证据在手上。那你需要咱们所为你做点什么？离远点，别溅一身血。会议室。这个开庭的应到地点怎么是在中院？涉死刑的案件不是一审就在中院吗？判决，对啊，一审是中院判的，可是这个戳是高院的，传票是不是写错了？一共9名被告人，这案子是公审，可以旁听。有些被告人没准儿还委托了2律师，高院的访问呢现在还没见完，估计是借中院的大法庭来用。可我还是觉得王明那起没被认定的立功表现，应当作为一个辩护论点。OK。主任叫你过去，是不是因为你带我办案子呀？他不担心我带你办案，他是担心我把你带坏。洪律师也是这么认为的。看来在他们心中，
我被你洗脑的风险很大。红土咋说的？我其实看待你就像我的妹妹一样。你现在就像当初的我。他大概觉得第一种态度还不适用于我和你之间。咱们这个行业对年轻人并不算友好，对年轻的女性更是如此。现在的你就像当年的我一样，在这种无助的状态下面对诸多挑战，会不自觉地把身边一个崇拜的人作为目标去依靠和追随。就连你现在跟着乔律师做事的样子，也和我当初一模一样。乔律师确实是一个业务能力非常优秀的资深从业者，但是他过时了。已经过时了。这话没什么问题啊。女人，你愿意跟谁学习是你的自由。我只是想让你明白，一个女人一定要开创自己的事业，而前提就是你不能跟在男人后面走。少提问。他用的是男人，不要跟在男人后边。不过他这个倒是没猜对，因为最近你都是跟在我后边。你别跟我说，马上就要开庭了，你只有这一个辩护论点。那你这鸡汤还熬得不如宏图呢。当然，除了动之以情以外，还得晓之以理啦。根据这个毒品检验报告呢，可以得出王明贩卖的毒品主要成分有2种：氯胺酮和甲基安非他明。K 粉和冰毒。OK。K 粉、冰毒。这是一审判决确认的他的贩毒数量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就在于占大比例成分的 K 粉在案发时还没有被纳入毒品。如果我们要重新申请鉴定，需要检验出40克摇头丸里冰毒所占的比例。常规情况下，摇头丸里冰毒的占比就是5%。假设这40克摇头丸是超级良心货，冰毒所占比例是50%，也就是20克。根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呢，这个数量的起刑点都没有那么高，所以肯定不至于要判14年。所以，你这个方案不一定行得通。做个最简单的假设，如果合议庭不接受重新鉴定的申请，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陈词吗？乔律师有什么需要提示的吗？提示？最好就是明确一点的那种，至少要比在闽月阁酒楼门前吃肉饼那次更明确。不需要提示，咱们是合作伙伴，我可以直接跟你说。如果一审判决通篇读下来，会发现，这一份判决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相当严谨。请把东西还进去。而我们有可能为王明争取到的切入点，在于不同被告人判决结果横向比较后的一个自由裁量空间上。你是说同案的彭达？彭达贩卖的毒品
数量高达470克，其中含苯丙胺类的毒品350克，理论上判死刑都够。但是一审法院认定他有减轻处罚的立功情节。这个彭达，他有前科，属于累犯。彭达的立功情节是什么？举报了王明啊。也就是说，在同罪甚至同案的情况下，彭达贩毒470克，累犯有一起被认定的立功表现。王明贩毒40个初犯，立功表现没有被认定，原因是因为他举报起获的 K 粉在54天之后才被纳入毒品。两者相比较的话，不是彭达判得太轻，就是王明判得太重。京港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李可等9人贩卖毒品案，2审现在开庭。辩护措辞要有一点策略。首先，彭达和王明的判决都是在一个合理的自由裁量范围之内，不存在有失偏颇。本案的一审判决对被告人量刑过重，本案另一名被告人彭达同样犯贩卖毒品罪，其贩卖毒品达470余克，其中含苯丙胺类毒品350克。其次呢，不要说彭达判得太轻，我们要跟合议庭明确表示，彭达的量刑和判决是公正的。一审判决亦认定被告人彭达贩卖毒品数量大，罪行特别严重，依法应当判处死刑。但一审法院认定其具有减轻处罚的情节，最后判处了有期徒刑14年。你不是去对抗公诉机关，也不是去对抗2审法院，更不是去对抗其他被告人，你甚至不是去对抗一审法院。那我要对抗的是什么？一审判决。辩护人认为，如果以此作为量刑参照，那么一审判决对王明的刑罚明显偏重。以下是辩护人就被告人王明、彭达犯罪与刑罚作出的比较。
2个月了，啊！甭废话，赶紧给我把东西滚蛋！你容我缓缓吧，啊！我孩子他爹现在还躺在床上起不来呢，我上哪给你弄钱去啊？你再容我几天，好吧？至少让我出去找人拆卸一下呀。你那个死老公啊，这辈子也下不了地了，啊，回回拿这个哭惨，啊，还有你那个坐牢的儿子也快枪毙了吧？啊，今天没二话，赶紧给我办，不办我就跟你断人下去。麻烦问一下，您是雷小坤的母亲吗？我们见过，我姓乔，之前您儿子那案子呀，本该是由我来做辩护的。哎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他们的律师。呀，律师很牛啊！啊，律师管不管交房租啊？不管。但是呢，鉴于现在这种情况，打个电话报个警，对于我来说呢，算是举手之劳的事儿。报什么警啊？啊，欠租的占着房子不搬，我到哪都有理说。你知不知道我手机值多少钱？听好了啊，造成任何私人财物损失到达5000块钱以上的，构成毁财罪。而且像我这种不差钱的律师，坦白说，我根本就不会跟你赔偿和解。就算你认识个把片警也没用。看着干什么呀？把我手机捡回来呀，看看摔坏没有啊？哦，哎。是这样的，关于您儿子那案子的死刑复核，我想向您提个请求。法院都判了，杀人是要偿命的。况且我们家也实在没有钱请律师了。是这个我理解。这次我跟他的代理呢不收费的，您方便进去说吗？哎，你看你这手机还好着呢，是吧？还亮着。上那儿站着。房租的事儿，我一会儿跟你聊啊。站好了啊。来，您坐。不好意思啊，又来打扰了。我们准备提讯王博和雷小坤，所以想看一下院里的电子档案，以便把功课做扎实一些。没问题，这也是我们应该配合的。肖总，哎，上内网给他们调一下卷。好，我还马上得开个庭，有什么需求随时说。没事，你忙你忙。好，谢谢。这边请。梁哥，中午咱吃什么呀？这刚几点啊？院里的食堂还没开呢。我还没吃早饭呢。再说咱们跑人京港中院调卷，蹭饭也不合适吧？从停车场过来的时候，我就看你一直盯着对面那家老孙家快餐。你现在真厉害呀！咱们这些餐补都还……餐标够你点一份双拼饭，外加一份烤肠和蛋花汤的。完美，去就回啊！哎，稍等，给您看。谢谢。不好意思啊。看样子这庭开得不错啊。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跟公诉人还过了2个回合，主要是没被认定的立功行为那部分，对结果大概也没什么影响。一开始我真的是非常紧张，这么大的案子，自己一个人上刑庭。不过后来我也就慢慢的冷静下来。你的自控力很好，有点异于常人。等宣判吧，看看你的努力能不能有成果。嗯。顺利的，放心吧啊，别开心啊。要等结果。老爷子不容易，也算是老来得子。你别看王明才23岁，这老父亲已经60多，家境不宽裕。王明找了个女朋友，想要早点结婚办婚礼，就跑去卖摇头丸。人财两空不说，还害得这老父亲
从深圳到金港往返奔波。乔律师也会同情案件的当事人和当事人家属吗？人活着吧，各有各的艰难。某种意义上，我们不比他更幸运，他也不比我们更不幸。李小坤那边呢？拿到了，我正想着我们吃个好的庆祝一下呢。那个公交车站在哪儿？你的车呢？这属于我不幸的那一部分。那边。你把车押给雷小坤家属的房东了？那不然呢？那房东要把他们轰出去，我也不能在旁边看着呀。他们遇到了困难，我帮帮他们，那委托书签起来也痛快一点。估计雷小坤呢也知道他们家的状况，不想再拖累他父母了。那我怎么记得那车不是你的呀？哎呀，别提了。不过没事，我应该能赎回来。实在不行啊，你就歇歇吧。这先当表又押车，借来的车也给押出去了。我看你这块赎回来的表，没过多久也得当出去。照这么下去，很快你就会成为真正的穷光蛋。而光呢，还真就是字面意思。穷归穷，也不耽误咱们吃饭庆祝。照这架势，估计也是吃不上什么好的了。乔律师，院里的法官除了开庭的时候穿法官袍以外，平时都是短袖制服吧？法院更换春夏和秋冬制服呢，基本上都是由地区中院和省高院统一通知。院里有中央空调，所以现在还穿着春夏制服。那北方的法官现在穿长袖制服吗？应该是吧？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，看见漂亮姑娘。啊，对，我跟方圆过来提醒一下被告人。没问题，您放心啊，我会尽快的。好的。前任叫你回去呢。等提醒完被告人，我就回去。哎，这复核案子咱们组庭了吗？就算是组了呗，你，回头我再问问张导或者焦志有没有空。这合议庭不就算是凑齐了吗？你这是先斩后奏，回去等着被挨批吧，到时候。哦，对了，我刚才在电梯里看见前2天怼你哥们儿那女律师了，就是他妹跟乔尔廷一块儿那个，估计是过来开庭的。我去买饭的时候还看到乔尔廷在院门口等他呢。看来他俩现在是合伙作案，就地分赃啊。老律师给年轻律师发案子做。不挺常见的吗？一个被暂停执业的老律师。那你的意思，就是乔尔廷如果对这个案子不放手的话，顶在前面的很有可能就是萧闯的妹妹。哎，你怎么先吃上了？你不是说不饿吗？我这都饿死了。好吃吧？这家特好吃。今天呢，我3个辩护观点都说了，只是我有点没太明白，为什么我重新申请鉴定这个方案，你认为一定行不通呢？这涉毒案件的认定啊，在司法实践中，数量最大说和质量最高说是一贯原则。你在庭上提这司法解释，很难作为你申请重新鉴定的依据，明白吗？我能理解毒品都是有纯度的，尤其是化学毒品，有 A 级品，还有 AA 加。但是像摇头丸这种以 K 粉作为原料且占绝大比例的，这是标准，法律就是标准。你能跟我解释一下，一个活了17年、364天、23小时59分59秒的人，过1秒会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吗？前者就是未成年人啊。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无数的这样的标准组成的。我们可以去跟合议厅
谈一个标准是否合理，也可以尝试去探讨，在同一标准下是否公平。我是不是根本没必要从这个方向进行辩护？每一个律师办案呢，都有不同的方式和风格。同一个刑案，切入点也不一样。你的这个方案呢，我认为不可行，但是我很欣赏你的思考方式。不管是做律师，还是做其他的任何事情，甚至哪怕是说你不做任何事，只在生活里独立思考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。针对季新律师的投诉，当事人那边我已经摆平了。既然您都说律协不会继续追究，那应该就没事了。那个律师跟着哪个合伙人呢？付超的人，哎呀，都跟了5、6年了。我立刻让付超开了他。律协竞选这种事儿，大家不一定拿脑子投票。只要有人投诉，人家可不管季律师冤枉不冤枉。明白，主任。不过这事儿我这么看啊，这次律协竞选，张正可谓毫无胜算。乔婷现在本儿都被扣了，想转锁根本就不可能。张正啊，现在肯定是在头疼，怎么才能甩掉乔少廷这个包袱呢？我觉得德日所没有想甩掉乔少廷，还给他配了一个能出庭的律师。没想到啊，这么快就能拿到代理权，还这么顺利，可以向最高院去报备啦。挨了顿打，押了辆车，要这顿算顺利的话，拜托啊，不顺利的案子别介绍给我。哼哼，看来你现在连3万块的挂靠费都掏不起啦。钱我一定会付给你，但是不一定要把你的名字填在委托书上。小律师，你很愿意为这个案子出面吗？我无所谓，有案子就做呗。虽说有时候逃避直视对方是个本能，可是做律师呢，我建议啊，你这个习惯还是改一改。我无所谓，我有案子就做，这样行不行？你知道金港律师行业除了德智所和金富所之外，还有一个大所乐动所，去年破产解散了。乐动所的合伙人呢，张乐动是我的一个前辈，他是咱们国家海商领域当中屈指可数的专家之一。3年前，他实名举报邝北平学术造假。然后呢？然后？没有然后啊，很快就风平浪静，不了了之了，甚至在互联网上都找不到什么相关信息。现在和乔少廷搭档的那个女律师，我怎么觉得有点眼熟啊？来咱们所面试过。难道德智所开出的待遇比我们好吗？人各有志，更何况他在咱们所应聘的时候说自己是乔少廷的铁杆粉丝。因为有了他，乔少廷就可以视投诉无误了。德智所这不是在钻规则的空子吗？那主任，您要是觉得有必要，要不我再去找他谈谈？
看他能不能再回咱们所。不必。总不能说德日所只要给乔耀庭招一个有本能干活的，我们就去挖一个吧。是。就在去年，乐动所呢代理了一起国际贸易纠纷，跟单信用证里的保对条款把他们搞死了。张乐栋认为是遇到了信用证诈骗，我跟张正呢找了一些国外的朋友，四处打听了一下，最后发现是供应商下的套，而那个供应商的法务叫詹英，就是邝北平07届的硕士。新入行的律师免不了毛躁，又是跟着乔耀庭这种喜欢胡来的，你去查一下这个肖律师，看看他有没有什么违规违纪甚至违法的行为。主任，您是打算要我？这个肖律师如果做错了什么事，受伤害的人自然会投诉他，管理部门自然会处置。我打算什么？与我有什么相干吗？当然。尽快去办。